川普政府又放大招了，这回他直接把屠刀挥向了中国留学生。据墙内疯传的消息，哈佛、斯坦福等50所美国顶尖高校集体出手，吊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，还下了死命令，180天内必须滚蛋。这究竟是真是假？消息的来源模糊不清，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残酷现实。更有甚者，美国共和党众议院最新提案明确指出，将彻底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美国学生签证。这一连串的政策如同暴风雨般袭来，让无数中国留学生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与绝望。过去几周，美国多所知名大学接连爆出留学生签证被吊销的案例，其中中国学生的身影尤为醒目。斯坦福大学校报《斯坦福日报》在2025年4月4日披露，该校6名学生的 F1 签证被无情撤销，其中包括4名在校生和2名应届毕业生。令人唏嘘的是，至少1名中国籍学生名列其中。这名学生曾是申请季中唯一获得斯坦福本科全额奖学金的中国人，成绩优异，前途无量，如今却因签证问题被迫中断学业，梦想瞬间化为泡影。无独有偶，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的校报也报道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例。该校计算机系博士生刘小天在4月初发现自己的 F1 签证被取消。刘小天的律师透露，这位学生在美国从未有过任何违法记录，甚至连一张交通罚单都不曾收到，更不用说参与任何抗议活动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被遣返的命运。目前，刘小天已通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国土安全局提起诉讼，试图挽回自己的学生身份，但胜算渺茫。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，一名自称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发帖称，他在4月3日查询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时，赫然发现自己的身份状态已被标记为终止。他猜测，这可能与去年9月因车祸引发的轻罪诉讼有关，尽管案件尚未结案。这名博士生写道：“我花了5年时间努力读书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现在却可能一夜之间失去一切。”他的遭遇并非个例，许多中国留学生面临着类似的噩梦，却连具体原因都无从知晓。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最新统计，截至2025年3月底，全美已有超过300名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吊销，其中中国学生占比高达60%以上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3月27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宣称，这些学生不仅仅是为了学习而来，而是为了在美国校园内制造混乱。他特别指出，部分学生涉嫌参与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，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支持相关运动的言论，因此被列入黑名单。然而，数据还揭示了更令人不安的事实。在被取消签证的学生中，至少有40%的案例与政治活动无关，而是涉及轻微的交通违规，如超速驾驶或醉酒驾驶。例如，纽约大学一名中国籍研究生在社交媒体上崩溃发帖：“我只是因为一次超速被罚款$50，现在却要被遣返，这公平吗？”另一部分学生则因曾在国内发表支持中国的言论而被翻旧账，成为美国政府清理门户的目标。全美范围内受影响的大学数量仍在不断攀升。据今日美国报道，仅纽约州就有包括纽约大学、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报告，至少50名国际学生的签证被撤销。加利福尼亚州、科罗拉多州、宾夕法尼亚州等地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马杰森在接受 CBS 采访时痛哭道：“我还有3周就毕业了，却突然被告知签证没了。我父母砸锅卖铁送我来美国，现在却要空手回去，我该怎么面对他们？”
这一切的根源离不开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。自川普政府重掌白宫以来，对华政策愈发强硬，从关税战到科技封锁，再到如今的教育限制，美国步步紧逼，似乎铁了心要将中国彻底赶出去。共和党众议院的新提案若通过，将意味着每年超过3万名中国学生彻底失去赴美留学的机会。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统计，2024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约为28万人，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5%。一旦签证禁令全面实施，这28万人中的大部分将面临被遣返的风险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内的处境同样艰难。过去10年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，就业市场竞争白热化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200万，而新增就业岗位仅为900万个，失业率创下近年新高。许多家庭倾尽所有送孩子出国留学，希望他们能镀一层洋金，回国后找到体面工作。如今这条路却被美国无情掐断。网友在微博上哀叹，在美国被歧视回不去，在国内没工作活不下去，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些小粉红留学生如今成了最尴尬的群体。他们曾以为自己在海外为国家发声是爱国表现，却未料到这些言论如今成了催命符。一名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在小红书上写道：“我以前在微信上说过支持统一台湾的话，现在听说移民局在查我的记录。我室友因为支持巴勒斯坦被抓了，我会不会是下一个？”他还提到，自己原本计划暑假回国实习，如今却连回国的机票都不敢买，生怕一落地就被扣押。另一名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则在社交媒体上控诉：“我在国内的时候天天喊厉害了我的国，结果到了美国却被当成间谍防着。现在签证没了，回国也没人要我，这算什么报应？”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25年第一季度就有超过50名中国留学生因政治敏感言论被美国移民局调查，其中至少20人已被遣返。面对这一波签证危机，美国各大学纷纷表示无能为力。纽约大学校长琳达·米尔斯在给全校师生的邮件中无奈写道：“我们无法阻止联邦政府的决定，只能尽力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支持。”纽约市立大学则启动了 CUNY Citizenship Now 项目，为至少17名受影响的学生提供法律援助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甚至建议学生随身携带护照和身份证明，以防被移民局突击检查。然而，这些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·诺姆在接受采访时冷酷表示，在美国学习是一种特权，不是权利。如果有人威胁到国家安全，我们绝不会手软。此言一出，彻底浇灭了许多中国学生最后一丝希望。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断交？眼下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。但对于那些被困在签证危机中的中国留学生来说，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答案了。更大的讽刺还在后面。小粉红们当年靠着爱国流量在国内风光无限，有的甚至靠发反美视频成了网红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如今呢？根据抖音数据，2024年这类爱国博主的流量已暴跌60%，粉丝跑了一半，连广告商都不敢碰他们。一名曾在国内自称反美斗士的留学生，回国后发现自己连个直播带货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灰溜溜的在家啃老。可怜那些还在苦读的孩子，更可怜那些被小粉红拖下水的无辜者。他们何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国博弈的炮灰？天塌了，地裂了，中国留学生的末日来了，小粉红的报应也来了。